做这个鱼，北中山的本地的鱼，运河的鱼，用上这个独流醋才能做出这个味道来，缺一不可。这就是独流醋。提啥时候，咱这一天那个500、600斤，1000来斤。到了过年的时候，这一天都2、3吨的时候都有。过去那当官的，花钱也不在乎，吃着好的上。那阵吃咱的鱼。 吃着好，上了200多银元，县志上都有记载。鱼现在这个状态它缺氧，它都往上来。你要这样子一动它，它都下去了。今天这2筐有多少斤？这2筐得有4、5万斤吧，都是活鱼，都是鲜鱼，都是活的。这是个啥机器啊？ 这都是取鱼鳞的机器。现在你看有这个机器了吧，2分多了，这一次嘛，它是差不多100斤吧。那这个去的怎么样？好不好？它这个？特别干净。它会不会损坏鱼？它基本上不损坏。你看一下。 这叫出筐。去好鳞了吗？去的挺干净的哈。挺干净的。偶尔要去不干净了，一会儿然后再拿刀刮刮。再刮刮就行了。这不能倒出来哈。倒出来。去鳞、去内脏，咱不去鳃。去鳃的话，它这个头嘛容易掉，咱们不去了。行，那这回也够干净。像不去鳞的话，在咱这能卖不？咱这卖不了，咱这吃鱼，一般说必须得去鳞、去内脏。这个鳃去不去呢，也得看你怎么做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做了得30年了，手里这不祖传的吗？那干了有几代了？干我这第3代了。 我看这1秒钟一个，它收了都带凑着的。它在鱼比连水煮饺都可以宰，练出来了手练功。您家算不算干的时间长的？我们家就属于正宗，这个美玉就是从我们家传出去的。哦，其他是学的，这买模仿的。其他他们都等于是偷着学的。您这个刀怎么只有1半啊？这个刀，哼，这个刀跟了我20年了。 宰鱼宰的，天天磨，就不磨成这样了吧？看了吧？越种越小了，看了吧？再种今天都种不了了。咱美鱼就是我们祖传的嘛，那这传的时候就应该是从我们老祖那边用这么大的鱼，白鲤鱼焖出来漂亮的颜色，大小也正好。我爷那边呢，那是搁上钢铁饭馆，那是卖脑鱼去着了，他以为这锅鱼糊了，这骨头上面这都酥了，哎，吃挺好吃，还挺入味儿。偶然的一个食物，它成就了这个美鱼。过去外地人能吃上咱这个鱼不？可以吃上，上海也都吃得着。你看早起的出锅之后，咱妈拿那个，你看那荷叶了吗？裹好了，然后你裹一个小布包，坐着船就走了，下午就可以吃上。基本上每天吧都得换新油，你知道吗？它这个鱼用这么1到2次吧。你刚放进去的时候，它那个外皮还没炸硬呢，知道吗？你要是一动的话，它的外形都不好看了，然后这肉都掉了。这必须得码好是吧？哎，得码齐了。是为了好出吗？对，码齐了，到时候出锅时候也好出，焖出来也漂亮。你像这大鱼吧，稍微快点儿，有时候弄的都是这么大的小鱼儿，它一条再往这码它都费劲，都是忙不。都爱吃小鱼儿。实际上好吃的还是大的香。每一锅都得码这么长时间？哎，每一锅都得1个多小时吧。它鱼削啊，那不费事吗？然后一条条的往这码。水儿多了啊！行，差不多了吧？性子急的干不了吧？哎，这是慢性子活。你要是经常干的话，有2回子就学会了。前有的醋，后有的鱼。咱这都是老醋前有，后来不才有这么鱼吗？
跟山西陈醋是齐名的吗？还有东陆醋呢，是跟这个陕西陈醋啊、什么镇江米醋啊什么的都是齐名的。中国四大名醋之一。这是老汤。对，老汤。我种40多年了，我懂。一般的时候7、8个小时，加那么一点汤，不炖干锅了？小火一点点的烤啊。哦，不能大火哈。大火催开之后就得小火，一点点的烤，烤个7、8个小时啊，就是差不多了。这个老汤还要再盛出来下一锅用。对，哎，这出了30-40年了，手都是盛的。每天早上起来5点多起来，必干的都是这一摊活。出的颈椎估计都不好了吧？这个肯定啊，这个颈椎，我这脖子后头都多了一个，那个筋都长了。出这锅也得1个多小时、2个小时的。这一盒能装几条？10条左右吧，看你大小了。这是辣味的吗？不是辣味的，鲜香口。这个鱼有没有鱼冻？鱼冻啊，凉了都会拧上。天津的焖鱼，看一下，码的特别整齐。这个鱼现在炖到这种状态哈，就是跟小时候吃那个鱼罐头，它其实那个状态差不多。但是那个鱼罐头的话，它可能就是因为装的时候捣烂了，没有这个这么好看。我感觉这个焖鱼其实跟糟鱼了、炖鱼了很像，但这块人吃的就是这种五香味儿，后边带有点甜口的，口味上的区别。而且他家是去过鳞的，可能是因为炸过的原因哈，这个肉吃的特别的紧实，就是有点肉干的那种口感，嚼到后边特别耐嚼。总体来说，在糟鱼、炖鱼里边属于比较清淡的。吃不到鱼骨头，我们来尝一下这个鱼头。鱼头一点都不苦，特别的烂。如果接受不了糟鱼带鱼鳞的话，可真的是可以尝一下这个鱼。我感觉这个鱼吃着好像比糟鱼接受的面能更广一点。这个就不是按斤卖了啊，这个是按条卖，大概这一盒的话就是10条左右，卖18块钱一盒。我感觉这个价位还是可以的，好吃。